李安最近要拍李小龙的那个电影，那我想问一下，他会不会顺利拍得成？最近想要问，可能新遇到的对象适不适合我自己？好，你可以先不妙啊，没有，牌卡一出来就是觉得，好像真的跟我现在的状况蛮像，一样就是会想很多，把自己局限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闺蜜，我是大宝，我是凤凰。如果你是新朋友，我们在这个频道会介绍自己灵性探索的旅程，还有丰富的身心灵知识，以及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同时，我们还有开立会员频道，欢迎加入我们，观看每个月的会员直播，以及收看更多惊喜的影片。那我们热烈欢迎白玉老师。上次老师来频道的时候是来分享星盘，这次老师又带了全新的主题，星盘的延续。星盘告诉你我是谁，然后这个延续就是告诉你怎么了，叫做奥修禅卡自我对话的工具。其实我跟大宝也有做学习，尤其是大宝在奥修禅卡学习了非常久。不敢说，没有不要这样子，害我就很紧张。老师帮我解读，来用你的非惯用手。一贯用手，那可能是。在我们开始呢了解奥修禅卡之前，我想先问问两位，就是奥修禅卡对你们来说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子的工具去做一个灵性的学习啊，或者是拿来解读自己或解读别人？使用奥修禅卡，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就是有一天我想要知道我的直觉或我的感性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我太理性了，我理性去准备好自己的人生，最后要的结果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当时就找了很多工具，催眠疗愈啊、天使卡啊、塔罗牌，最后找到奥修禅卡。好用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它很直接，看到图片上的图像、文字、颜色，然后它还有数字，马上我就可以对号入座，我就觉得我好像学很快，不是麻瓜，就很鼓励我。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理性的层面，它需要就是把那些讯息有逻辑的跟我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然后这个逻辑性就是我擅长的，就是理性嘛，它肯定了我的理性部分。其次呢，它开启了我对直觉的探索，然后它又让我很落地，告诉我啊，你该怎么做，你现在怎么了，然后你可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它就像一个智慧理智的朋友陪伴我，所以我感觉就是一卡多用，很好用。那大宝呢？我大概是8年前的时候，因为接触奥修的动态式静心，那位带领的老师，他也跟奥修禅卡非常熟悉，那他就是将奥修禅卡跟他的动态静心相辅相成在做教学。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认识的第一张牌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从此我就屌啊，我就迷上了。有时候一翻出来，只是看到那个图面，我就感觉到我的内在有些情绪已经开始流动。然后那个流动感跟塔罗牌的感觉很不一样，塔罗牌有点像是给你卜个卦，告诉你这样走那样走这样走，事情应该会这样发展。可是这个是你的状态，一翻出来就像照镜子，我觉得很可怕。然后那个可怕就让我深深着迷了。其实有些状态我们已经知道，但我们可能选择回避。那我们聊了这么多，我很想问问看白玉老师，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奥修禅卡？一言以蔽之的话，奥修禅卡是一个对话工具，然后它是用最直接的图像、颜色、数字，还有一般的基本逻辑来帮助我们很快系统化的解读内心的情绪。那它是一个照见，就像大宝说的，照见潜意识的镜子。所谓的潜意识，就是我们的固定思维或者习惯性的一些思维模式。它是一个全方位去思考人生的一个工具，让我们从浅显的情绪看到深沉真实自己的一个路径。那我们今天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就是呢，我们打算要带白玉老师上街头，去帮街头上面的形形色色的路人们，然后我们直接就像一个路上的占卜师来跟他邂逅一下。会有人回答吗？会遇到人吗？会，因为我们会派出我们最美丽的特派员凤凰，我会负责去路上找到人。OK， 那我们出发，走吧。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圆山花博，我是今天的特派街访记者凤凰。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在这边寻找路人朋友们，抽一张禅卡，然后问一个问题，请大宝跟白玉老师分别解牌。接着呢，我们会看看路人朋友对于奥修禅卡以及对于2位老师的解牌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好，
两位，不好意思，你们赶时间吗？你们有听过奥修禅卡吗？没有。最近想问什么问题吗？什么时候会交到男朋友？好的，来，你呢？什么时候会交女朋友是吗？好，来，那你想一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来，在图片上面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人，然后他的脸有点像铜墙铁壁盖起来的，然后他有一个嘴巴张开来。你有觉得这跟你对于现在的感情观是有类似的吗？你很封闭，然后只会靠一张纸。你抽到这张牌会紧张吗？有一点，不要怕，这张牌啊，我以前也很常抽到。对一个主题想的头昏脑胀，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达到？虽然说目的好比说是我要交到一个好情人嘛，对不对？目的已经有了，我就会想说，我一定要多去认识朋友啊，我一定要多去哪里啊，我一定要朋友帮我介绍，我会有很多想要的途径，然后我甚至会设定那个途径，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状况下，要是真的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好对象在我面前。因为它不符合我所想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可能会错过用心去感受它。就是提醒你说，与其呢用头脑去设定想要什么样的新的伴侣、什么样的情人，不如在每一个新朋友认识新朋友的当下，把你的重心从头脑移到心，去感觉这个人，然后也感觉自己跟这个人对不对频率。这个会是你下一个去找新恋情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这张牌是改变，这个是奥修禅卡的主卡10号牌。你看到自己关于另一半伴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一直在想很多事情。我想要问说，你现在有暧昧对象或者？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过去有谈过恋爱吗？完全没有。你现在毕竟是一个人，有朋友而已嘛，喜欢自由，喜欢自己安排。多一个人虽然是多了爱，多了新的旅程。想到谈恋爱就会想说，我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这种感觉什么时候会遇见？准备好的时候就会遇见，所以也要看看你的事业或者是你未来的方向，再去结合讨论说我的人生这一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伴侣。了解，谢谢谢老师。牌卡一出来就是觉得，好像真的跟我现在的状况蛮像，一样就是会想很多，就有点把自己局限住了。那你呢？对，同意他而已吗？同意。抄作业不能这样抄，同学。反正向往自由的，他这点确实有讲中。我觉得改变这张牌很难解。我每次说要改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包罗万象。所以我刚刚问了很多问题，需要大量的问题得到回应之后，我把他心里想的逻辑整合一次。所以如果像抽到这种很大的牌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有一个对话讨论。通常它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A 阶段跟 B 阶段的一个衔接？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过渡期比较混乱，没错的那个状态。当我把一些混乱的事情直接面对它的时候，去看见它，其实它就是我长大的开始。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是 YouTube 频道宇宙闺蜜，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这边就是找路人朋友抽禅卡的活动，你有时间或有意愿可以参与我们吗？好啊，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哈，好。我也是 YouTuber， 你也是？对啊，你是？我是武术的。李安最近要拍那个李小龙的那个电影，那我想问一下，他会不会顺利拍得成？可以问这一题吗？因为那个不是我们当事人的问题，也可以吗？这个禅卡也可以解吗？我觉得可以看到7成到8成，因为不是本人。这题我们就交给白宇老师好，我觉得这一题我没有信心。你怎么可以这样临场逃脱？带着虔诚的期待和想象，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电影它的拍摄状况会是什么？政治手腕，哇！那看到这张卡，用你自己的武术精神和禅的精神，你看到了什么？这个笑脸，长得像蛇的围巾吗？这个长度应该有10公分，然后这里大概7到8公分吧。我们这个是奥修禅卡里面的云牌，云牌它就是理性牌，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理性的数据，就是你的思维习惯。很妙的是什么？你先看到笑脸，证明你是一个消极的积极主义者。虽然也许有些事情我想做，但是势在必得的状况下，我看到了风险，但我尽量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我调整心态。这里其实有一个响尾蛇，他看到的是像蛇一样的围巾，所以其实任何困难在他面前都只是装饰品。所以这个人内心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这个电影假设你是李安，绝对拍得成，迟早问题。理性的人只看风险，但是事实上，在理性的基础上带有感性的话，会有奇迹发生。白宇老师，像刚才你说阿峰他第一个就看到笑脸，第一个看到什么很重要吗？非常重要，第一眼就是他的直觉，也是他的惯性思维。如果没有透过对话看见的话，我们人生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命运，好像一个无形的手在操控你，让你永远都不得翻身。但事实上，看见了这个潜意识，我们很快就可以脱离那个固定思维模式的魔爪。前面有一个在滑手机的漂亮女生，我要去拦截她。G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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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你一下吗？我们是宇宙闺蜜这个 YT 频道。最近想要问，可能新遇到的对象适不适合我自己？好的，那这个可以剪了哈，对象看到不会难过啊哈，就不给他看。就你想要怎么去完整这个问题？就是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如果我可以帮你调整一下问题，你愿意吗？好。我觉得现在女生对自己真的很谦虚。我觉得是一个关系要适合你，不是你要去适合那个关系。但是不好意思，这是我这个作为长者的一个 murmur。好，那我看一下现在这段关系对我的个人的个性以及未来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吗？对，是加分的吗？帮我抽一张卡。好，这个好，创造者，你可以先没有，这张牌它是火象的一个宫廷牌哦。基本上火的话是代表着行动力，创造者的话，你看他就是一个老神在在的老僧，然后呢，在他的腹部中心就所有一切的要一个新事物的开展的那个能量会从他自身开始去推，那也是一个行动者。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关系上面呢，你会比较占主导地位。哦，对，有吗？有得1分耶！所以其实这个关系呢，我觉得他会往哪边走是操之在你，不害怕了，好，不害怕了。可以，听得出来，你的生长环境里面有很多应该的标准答案，在你想要的之前，就有人告诉你。在这种状况下，是用儒家的思想去盖住自己，还是用独立的思想去自我成长？在你的生活里面，永远是个选择题。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先偷偷选自己。真的就像大宝说的，你是有选择权的，你觉得适合就是适合，而不是你要去适合他。我觉得也有一种讲到心坎里面的感觉。平常自己好像我会先以他人为重，然后没有去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感觉。是，因为我其实自己也在用奥修禅卡的时候，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有时候其实不是像我们塔罗或者是其他算命啊，或者是占卜一样，是知道一个未来或者是看过去。它比较就是我现在当下，可是有时候是我没有看到的那个当下。然后牌每次翻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啦，我知道啦，其实我心里有这个声音，只是我选择忽略。对。所以白宇老师，你也会觉得他一开始的那个是不是就很多暗示？对，其实我们观察一个人，语言只是占40%以下，更多的是他的语助词、表情、他的穿着，这些都是讯息。牌卡里面为什么这么直接？因为他把这些讯息都印在牌卡上，这些讯息就反映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前我有在带朋友们一起玩禅卡，然后我也发现他们会说，为什么我抽出来每张都是鬼牌？然后我就说，怎么会呢？你要注意的是，为什么你都倾向把他们看成鬼牌？其实不是他们本身是鬼牌，反而是他的这一句话就会让我看到了啊，原来他的思维惯性在这里，他可能没有发现。所以就像刚才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哦，对。Hello， 姐姐你好。你好，你好可爱，你在拍树。姐姐有听过奥修禅卡吗？有哈。
您想一个问题，或者是放空，然后抽一张卡，我们来看看我们在人生路上有这样的缘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灵感悟，一起讨论。好啊。接受性，今天抽到这张接受性，你的感觉？我很喜欢，因为我看到透明，就是人生到最后就是像泡影一样。其实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那个泡泡。我现在看到的，我想到一句话：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张卡它就是一个类似女生的身体，半透明，双手举起来，头部是莲花，后面是海洋，就是一个有点像公主，然后为别人付出，然后自己变成泡泡的感觉。那反过来说，我觉得也看到了一个智慧的延展性，就人生很多事情都要接纳。我接纳万事万物，一切从我身上流过，然后我自己从中沉淀出我自己最享受的一面。40几岁我就生病了，那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病，那个病让我体悟到人生其实无常。就像你刚刚讲的，人生就是有顺境有逆境，所以我现在把我自己形容，我像云，我像水。那水流过的地方，它可能会平静无波，可是它也会碰到很多脏东西，不过最后还是到海里面去。其实水它可以接受一切，但是我没有全然接受，我还是会抱怨，可是我必须化解那个抱怨。那怎么化解？就是靠自己去修。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奥修禅卡好玩的就是这个牌一打开来的时候，会引动他内在想要去抒发跟表达的东西，就开始从这边有很多很多想要分享的。有时候可能只是没有一个媒介，但是刚好奥修禅卡可以当这个媒介，让当事人一抽牌就可以有这个媒介来去好好说故事。真的，嘿，回来了，好，超老梗的。就是今天我们帮这么多朋友们解卡，那你们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是你们特别印象很深的？我必须说是2位，一个是谈恋爱的那个女生，最后是年长的那一位姐姐。我看到这2位，我就看到了我自己。年轻时候自己想要谈恋爱，我相信自己，但是呢，我又被应该不应该的思想所压迫。我到底是做自己还是不做自己？连谈恋爱这件事情，我都不由自主的想要为大家想，而不是为自己想。而且我还时不时的反思自己，说我适合这段关系吗？然后看到这位姐姐，她经历了人生胜利组，又生大病，这么多低潮之后，她拥有的，她珍惜的，她所付出给大家很多影响的，还有她反躬自省。我可以怎么样更好？我怎么样可以理解生命的奥义？我觉得这也就是我现在所追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种跟身心灵相关，去解读人、探索别人、探索世界，其实目的还是要探索自己。像白宇老师，因为也接触禅卡好一阵子，像我们都时常会用禅卡来陪伴自己嘛。那有没有哪一张是你的主牌，或是某个时间点被它影响很多、印象深刻的牌？勇气那张牌，就石头缝里面开一朵花，但这个讲太多了，我还有另一张牌还没讲过，那张牌叫做单独。单独这张牌就是一个像僧侣一样的修行人，然后背对着我们的镜头，然后往前走，前面前途茫茫，有点黑暗迷茫，但是有一束光打在他的前面，然后他拄着一个法杖往前走。我当时看这张牌就真的很悲观，因为当时我是所有的感情、事业、金钱、未来的方向，全部都是在最低谷。所以那时候看到这张牌就完了。可是那个隐士的手上拿着一盏灯，我不用被动的等待天亮，我手上还有一盏灯。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解惑了。原来我这么负面，我没有看到我拥有的。而且这张牌我其实想了至少有6、7年。我觉得后来我看到这张牌还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不要批判。我允许自己脆弱，我允许自己有过这样的蠢的经历，我的那个耻辱感和批判自己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看到没有，一张牌就可以陪伴自己对话这么多。我觉得白宇老师有一件事情很厉害，就是他总是从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从他使用的工具里面，他发展出一套他的方式。那我想问一下白宇老师，就是你现在这个新的课程啊，你是怎么样去把你的这些生命经验以及跟禅卡的连接做成这套课程？
这个课程真的是从我生命经验长出来的，就是除了这套卡本身就这个工具很厉害，那我使用的时候，我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图像、数字还有符号。那其次呢，我看到它之后，我自然而然就会对号入座，我就会自然脑补我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做。这个是第一部分，就是让大家去练习习惯自己的直觉调阅这件事。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确实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色彩心理学啦、符号啦，然后一些人物配置，它为什么这边有个锁，为什么有些牌，比如说这个上面有很多烟囱，嘴巴要张不张，它到底什么含义？有看没有懂，有懂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那我就可以把各种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原本这个工具里面赋予的意义，我也再加进去。你都学会了，你再去看你周围的人，你就知道说啊，他为什么今天染头发染红色？他为什么那天就是很喜欢去什么地方，然后很喜欢什么人物？你能多少能看清楚他的潜意识在想什么？那第三部分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牌卡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陪伴。所以有一日禅卡，早上抽一张卡，我看看我今天的生活主题是什么，晚上反刍一下今天的主题，我学到了什么，拿到了什么，要放下什么。最后呢，还有情绪急救。这就是我人生经历好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我希望有一个情绪急救方法，抽一张卡，帮助你马上认识自己的情绪，马上找到解决方案，或者说抒发情绪的可能性。还有就是10日的修行法则，每天抽一张卡，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拨开自己的情绪，一次拨开太痛，像潘朵拉盒子一样，就是会接不住。那一点一点的我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所以我遇到的事情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去切入这个主题，慢慢的分析一下这件事、这个人，再看看我的勇气有多少，我的资源有多少。所以是10天，然后每一天抽一张，一天看一点，一天看一点。对，然后我有一个步骤和一个表格，可以让大家慢慢自我对话。后面都有配有那种就是帮助你舒缓情绪的音频，有点像催眠疗愈一样，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去释放情绪，或者是安抚自己。因为我有看白宇老师这个课纲，我觉得真的蛮接地气的。一来是因为老师你有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学术系统，有心理学啊、催眠啊、荣格啊，甚至萨提尔你都把它融汇进去了嘛。又很落地的，例如说职场上面，如果你遇到职场上面的什么困难，你要怎么用禅卡来帮助你？我想说，哇，连职场上面都直接这么写，这么直接。遇到情绪的时候，如果没有机会整理或者不敢整理，没有经验，就会乱掉。但是其实我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逻辑，而且我觉得就像萨提尔所讲的，在情绪的背后还有情绪。没错，对于这个情绪的情绪是什么，我们也许表面上只有一种我很生气，可是当我一抽到这张牌，它帮我看到我这个生气在下一层的东西。对，这就很像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潜意识里面的东西，一层一层那个冰山，就借由这个牌来协助自己看见。因为我觉得要练习一个深层的自我觉察是很需要花时间，也需要很多的练习才有办法做到。但我觉得禅卡很棒的一点就是他在那个当下，其实他就给了一个当下的最好的提醒。真的，不如我们现在玩起来，玩起来来吗？就此展开第一届禅卡贴标签大赛。游戏规则就是呢，我跟凤凰呢会轮流抽，然后我们会提出一个面向的问题，那老师就要立马贴标签。今年我想减脂。丰富，吃很多，只有开心才能减。哇哦！今年我想好好休息，局外人想休息但做不到。哇，这标签好重哦！劳碌命，要哭了，要哭了。今年频道下半年的实体活动封闭，来的人都是想要被解答的人。哦，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哇，政治手腕很会装。假装看不见，装醉的人叫不醒。那我们再一个补充牌，就是看不到，装宁静。老师，你自己这堂课卖的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智慧的自己，就像佛陀一样，他透过凡人的经历找到了自己最神性的智慧。那这个课程就是帮大家找到原本的自己，你的本我是很有智慧的，任何困难就是你能解决才是你会遇到，一旦你超越它，你就会变成你的英雄之旅。
我也很喜欢这张牌，因为它是从一个薄幕后面，然后有一个很清凉的火，然后燃烧开了那个看不见的薄幕以后，就发现原来我内在有一尊小佛。如同老师推这堂课的目的嘛，就是可以陪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你真的遇到挑战的时候，其实这张牌如果你抽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正在那里闪闪发亮。那这样代表我的课卖的好不好？我是觉得只要有上这堂课人啊，就是会原本以为自己悟性很低，就一上就说，其实我里面还蛮有天分的嘛。我当年也是这么想，真的。我以前也是麻瓜，只会算数字啊，然后就，我感性很强我追求什么感性，感性就在我的心里。对，我觉得这个牌真的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内在其实有很多很流动的，不管是智慧啊或感受啊跟情绪。那一旦看见，其实疗愈就会开始发生。真的啊，所以我觉得课程的部分啊，因为你打开了这扇门，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这里面的宝藏。刚刚这个游戏啊，充分的展现了奥修禅卡真的是一个很适合陪伴的一个牌卡。谢谢白玉老师带来一个新的融合的工具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也会有课程的优惠，我们一样会放在资讯栏。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进去看看白玉老师带来的新的工具。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